知道肖战，是因为他在荧幕上的耀眼表现，但真正了解他的人会明白，他的起点并不高。大学时的肖战主修设计，他本可以走一条平稳的职业道路，但心中的热爱让他选择了歌唱与表演。进入娱乐圈，他没有背景，也没有金手指，一切只能靠自己努力。正因如此，他的经历才更具说服力。这是一个从普通青年到顶流的成长故事，每一步都踩着汗水和坚持。他的存在本身，就像是对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回应，即使出身平凡，也能走出不凡之路。在选秀舞台上，肖战并不算是最亮眼的一个，没有华丽的技巧，也没有惊人的背景，但他却用真诚感染了观众。他的眼神干净，带着羞涩，却藏着坚定。许多评委后来回忆，肖战的最大魅力并非专业，而是那种非要成功不可的执着。青涩的外表背后是顽强的心，这个特质也为他之后的一切奠定了基础。电视剧《陈情令》让肖战彻底爆红，他塑造的魏无羡灵动真挚，打动了无数观众。但爆红也意味着被放大镜审视，有人爱他爱得疯狂，也有人因此讨厌他，认为他是流量符号。短时间内的巨量曝光给肖战带来名与利，但也让他陷入漩涡。他开始意识到，娱乐圈并不是单纯靠实力就能稳固的地方，还要面对来自资本、媒体、粉丝乃至黑粉的复杂力量。事业正盛时，突如其来的风波几乎让肖战跌入谷底。他成为舆论中心，被无数恶意裹挟，很多品牌与项目选择终止合作。那一刻，他看似失去了一切。然而，真正的危机往往能看清人心。在那段时间，很多人疏远他，唯恐惹祸上身，但也有人选择留在他身边，给他鼓励、支持，甚至冒险公开发声。正是这些贵人的存在，让他没有彻底被击垮。谁是肖战的贵人？有人说是合作过的导演，有人说是他身边的老朋友，还有人说是粉丝群体。其实，每一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站出来的人，都是他的贵人。娱乐圈里锦上添花的人很多，但雪中送炭的人很少。正因为这些贵人的出现，他才得以在风波过后迅速调整，重新振作。这份情谊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除了圈内人士，粉丝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风波期间，粉丝并没有一哄而散，而是坚定守护，理性发声。有人自发组织正向宣传，有人积极澄清谣言，他们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在娱乐圈里，粉丝与明星往往互为依靠。肖战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群强大而温柔的支持者。他们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真情。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肖战？原因有三。第一，他真诚待人，不装不做。第二，他努力不懈，每一个角色都尽全力诠释。第三，他身上有一种温润而坚定的气质，让人看到了普通人也能逆袭的可能。喜欢他的人往往能在他身上找到共鸣，哪怕人生艰难，只要坚持梦想，总有希望。然而，讨厌他的人也并非毫无理由。一部分人厌烦流量明星，认为他是被粉丝捧起来的产物；另一部分人讨厌过度曝光，甚至对粉丝群体的行为产生反感，从而迁怒于他本人。换句话说，喜欢与讨厌其实都是他红到极致的副作用。他的存在天然就会引发两极化的情绪。在他最火的时候，资本蜂拥而至，抛出各种条件，希望把他捆绑在长约里。高片酬、顶级资源，看似诱人，但背后藏着限制，角色单一，失去自由，被资本过度消费。若不是他和团队保持清醒，他可能早已成为资本的提线木偶，失去自我。拒绝资本的长期捆绑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短期的红利，但换来的是更长远的自由。肖战明白，只有掌握选择权，才能走得更远。这种勇气让他区别于很多被资本操控的明星。他愿意等待，哪怕慢一些，也要走属于自己的路。
一个名字的改变，为什么能带来访问量的暴涨？因为在互联网时代，话题就是流量入口。每一次名字的细微变化，都会激发大众的好奇，带来二次传播。在肖战身上，这种效应尤为明显。他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热搜点，哪怕只是改名，也足以引发数百万次点击。然而，访问量并不等于认可。很多点击只是出于好奇，并不代表真正的支持。肖战逐渐明白，与其追求数字的繁华，不如专注作品的质量。他开始调整步伐，用作品和舞台回应观众，而不是沉迷于短暂的流量游戏。《王牌部队》、梦中的那片海等作品，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肖战。他不是只会演偶像剧的明星，而是能够驾驭复杂角色的演员。他用作品一步步撕掉流量标签，证明自己配得上舞台。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靠实力立足，而非靠话题存活。无论是话剧舞台还是歌唱表演，肖战总能全情投入。舞台上的他是真实的、完整的，他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用心交流，而不是靠噱头取悦。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在舞台艺术领域也赢得了尊重。经历风波后，他并没有被打倒，反而变得更强大。很多人评价他，肖战就像一棵打不倒的树，越被风吹，根越深。这种精神也成为他能长期被人喜欢的重要原因。贵人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贵人其实是他自己。正是因为他坚持真情，拒绝虚假，才让那些愿意帮他的人更坚定。真情会吸引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肖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从未忘记那些在低谷时支持他的人，这让他更值得被喜欢。喜欢他的人会因为作品和人品而更加坚定，讨厌他的人终究会随着时间和作品的积累而逐渐淡去。在娱乐圈，只有作品和实力才能真正沉淀下来。肖战正在用时间给出最有力的答案。肖战的经历是娱乐圈的缩影，有贵人的扶持，有资本的诱惑，有喜欢与讨厌的交织。但最终，他用真情与实力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最黑暗的时候，贵人和真情才最可贵；在最繁华的时候，清醒与自由才最重要。经历了风波与市场的剧烈震荡后，肖战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再爆红，而是如何活得更长久、更稳健。未来的战略必须从短期流量的及时满足，转向长期艺术力与品牌价值的沉淀。首先，作品选择要更具策略性，优先挑选能展示演技宽度与深度的角色，避免重复的偶像定位，让观众逐步用角色记住演员，而不是话题。其次，团队治理要专业化且有原则，与资本合作时设定清晰边界，合同条款公开透明，避免再次陷入不利的长期捆绑。第三，粉丝生态需要正向引导，把粉丝的情绪能量转化为对作品和公益的长期支持，教育粉丝理性表达，减少极端行为带来的群体负面效应。第四，多元化发展与风险分散同样重要，舞台剧、音乐会、幕后制作乃至 IP 开发，能在增强艺术话语权的同时，减少对单一影视市场的依赖。第五，国际化布局不是盲目出海，而是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与作品，用作品质量打动海外观众，提升国际口碑。第六，公共形象管理需诚恳且主动，适度回应公众关切，透明但不迎合，保持个人修养与职业态度。最后，长期主义必须成为核心思维，把目光从热搜、数据拉回到10年、20年的职业规划上。若肖战能在这几个方向上持续发力，他不仅能修复曾被撕裂的信任，更有可能从流量偶像成功转型为兼具商业号召力与艺术厚度的公众人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朋友们，如果你也被肖战的经历打动，请点个赞，留下你的评论，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话语泡泡欢迎留言，你认为肖战的最大贵人是谁？你怎么看待他与资本的关系？
铃铛别忘了订阅，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见。